上一期大通建设科技创始人何一飞先生为我们讲述了 TJS 技术从立项、攻关到落地的台前幕后。但 TJS 不只是一台设备，它更是一套全新的隧道结构设计哲学。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 TJS 工法的总设计师、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刘兴旺副总工程师，我们将一同走进这项技术背后的理论源泉。浙江大学龚晓楠院士领衔指导，正在编制中的 CECS 团体标准，从智能2次注浆的毫米级精度，到与清华大学合作研发的100年耐久性新材料，这是一场关于让看不到的桩被业主、被行业、被世界接受的对话。刘总，非常高兴你能够参与我们这个白云说税的节目。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谈到了 TJS 的这个开发的一个原因啊，那个何总呢讲的也是很清楚。今天呢，我想跟您交流的是关于 TJS 的设计方面的问题。我们在想了，如果这个项目第一次用在工程当中，您作为总设计师，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要说服业主能够接受你这个新的设计，是吧？这个应该是很有挑战的，能不能谈一谈您这方面当时的一个感受？要说服业主啊，关键还是要把这个 TJS 应用到工程，它的一些优势要表现出来。比如说我们这个 TJS 用于这个软土隧道的变形控制。那么隧道它为什么会变形呢？有可能是盾构推进施工的时候，把周边的土扰动了。扰动了之后，土体强度降低，再固结沉降，所以就产生了这个比较大的变形。这个扰动的深度有的时候可能会达到隧道直径的1倍以上，会达到这个6米到7米。但是我们现在传统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在里面做一些注浆，那这个可能深度有限，另外一个注浆的质量也不一定保证，所以这样一个方法业主就觉得不可靠。那我现在跟他讲，我能采用一些直径比较大、长度比较长，能够穿过扰动区，最后把这个地层扰动区做一个系统的加固，这样把变形得到有效控制。那这样就是能够把长期的这个沉降这个问题得到有效解决。那这样这个业主他会觉得这个跟他的这个想象的这个要求会比较符合。我也在想啊，就是其实当业主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老实话，他也没得选，是吧？因为现成的办法他都不理想，所以呢，当你有一个新的技术在他面前出现的时候，他肯定也是眼睛一亮。首先他是会感兴趣的，但是从原理上你能够说服他，能够让他能够接受，这个当然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你们在设计的当中，你们是采用什么样的一种设计模型呢？目前要 TJS 这样一个技术去控制沉降，也要根据它所处的这个地层，就沉降产生的原因。像刚才讲的，如果是软土地层隧道推进施工把土扰动了，然后呢做一些树脂桩加一些斜桩，形成了一个镜像水泥土桩组合的一个加固体。那顶上可能为了这个使管环的这个受力均匀，可能还要做一个就是环向的我们叫注浆体，有点相当于我们这个复合地基的入垫层，就是把应力扩散。那这样它就有点像这个复合地基，那但是它又不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垂直向的这个以一定的间距排列的这个复合地基，它是这个随着深度的加深，间距越来越大。所以我们说，如果要叫复合地基，这叫镜像复合地基。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根据加固体对扰动土的改善，使它的强度恢复到原状土的强度，这样来控制变形。那这样的话，这个理论就跟复合地基有点像，当然也不完全是我们传统的复合地基。听下来就是说，你能够把镜像2个字放进去哈，其实就已经把您的复合地基理论和我们通常的那金晓楠院士的那个提出的那个复合地基理论呢是有所区别的。因为镜像是意味着这是你这个隧道啊，从镜像方向去加固出去的。所以从您这个交流当中哈，我感觉到哈，似乎我们在这个岩石隧道里面，我们不是有打锚杆吗？某种程度上有一种相似，所以我感觉到这个计算你们大概只能用数值分析了。这个数值分析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手段，因为往往要控制变形，除了考虑绝对变形之外，这个扰动区跟非扰动区
这个之间还有一些不均匀的变形，所以你建立一个三维模型，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去分析，通过变换这个装长、装径，还有装的这个间距，这样使它的这个纵向不仅总的变形得到控制，而且纵向变形也比较协调。那这个就需要三维去分析。但是呢，刚开始做一些初步设计的时候，也需要有一些简化的一些这个计算方法。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比如说通过这个复合地基、凸体补强这样一个概念啊，就能够把这个一些初步的尺寸，就是或者说工程量，能够得到一个初步的估算。另外呢，就是 TGS 这个加固跟毛感可能还有点不一样，因为它是对土体的一个加固，所以它这个水泥土的加固体跟我们的这个管环的结构之间，它是没有刚性连接的。说到底还是一个地基增强补强。当然，如果说要利用这个锚固体去防止隧道上浮，也有这样做法。我可以在水泥土里面插一个铆筋，然后我这个铆筋跟这个隧道预留的孔之间采取一些锚固措施。这样的话，这个隧道上浮的时候，铆筋会带着水泥土起到一个抗拔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结构上就有联系了。对于这样的一个装备哈，你们可以用在主隧道里面。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长三角地区，我们经常有一些旁通道啊什么，也有这样的一种加固的问题。那他们的直径就会比较小一点。我不太清楚你们这个设备现在可以用到最小的一个隧道直径尺寸是多少？目前呢，隧道的这个里面的净空啊，就运营地铁，它有轨道，上面有接触网，周边有一些机电管线。那么这个净空控制在4米之内，那都是没问题的。当然，现在这个在里面这个空间，如果说效率更高，也希望机距更小，所以现在这个也是在研发这个三代机，就是更小的。那么这个更小的高度啊，包括它的这个宽度啊，那可能可以控制在2米左右。那这样像旁道道这些就可以用了。就是我也注意到哈，你们已经在写这个团标准。将来的话，可以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家标准，因为这个也确实很重要。这对于推广啊，我们像你们搞设计的，你没有标准、没有规范，大量的推广是一个问题。关于那个名字哈，TGS， 我认为这个名字很好，因为这个名字跟 MGS 有的时候大家都熟悉了嘛，是吧？我们这个中文的文字里面，外来语在专业术语当中也是可以有的。如果要纯粹的汉语哈，那么这个取名的话，我注意到你们原来规范里面的取名很长，很长的一个名字啊，这也不方便，所以你用TGS 更方便。所以我在想跟您探讨，我的一个建议啊，是不是这个中文名字取作为隧道悬喷桩啊这样一个名字，你怎么看待？这个名字应该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名字，因为我们的这个工艺原理是有这么一个悬喷的这样一个理念在，只不过就是这个悬喷就是它面临的这个复杂的一个环境，就是在运营地铁，对这个扰动的要求非常的高，施工期的变形要很小，而我们普通的这个悬喷啊，在这个压力的控制啊，包括还有施工的效率啊，各方面可能都还是有一些局限啊，所以这个 TGS 还是针对传统的悬喷存在的这些问题做了一些改进，那么这样就实现了这个微扰动那个高效施工，又要在隧道这么狭小的空间里面做，那么所以再加一个定语隧道，应该来讲也可以。跟你们团队建议这个名字，我是这么一个理由。首先呢，名字呢肯定是越短越好。因为长的话，人家交流也不方便，是吧？隧道悬喷桩很方便交流。当然，在定义的时候可以详细说明啊。顾名思义嘛，隧道悬喷桩和你原来的英文名字啊，其实你这个 T 是隧道，Jet 其实就是 Jet Grouting，也是用个 Jet， 只是后面呢它是一个 system。那我们这里是个桩，就讲清楚了，就是隧道悬喷桩。定义进一步的解释。因为这个是在用在隧道里面，它自然在隧道里面，它有隧道里面的特点，比如说对那个设备的尺寸啊要小型化，是吧？然后的话，因为必须从隧道里打出去的，那么很显然，这个悬喷桩和我们地面上通常的悬喷桩不一样啊，它要像 MGS 一样，弹石你们做的比 MGS 更好，更有效率，是不是？所以我个人感觉到。这确实是可以值得以后你们考虑的一个新的名词啊。有一件事情啊，我不太理解，就是你们这个工法当中还有一个叫智能爱齿柱浆，
在我的理解当中，应该是不需要IC注浆的。那为什么你们会有这个智能IC注浆？这个也是我们在工程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个 TGS 的一个施工的一个措施。在建工程的第一个项目，杭州到德清的一个市域铁路做了一个试验段。那么那是一个高灵敏性的一个软土。那么施工的时候，我们也在尝试，第一次一天做1根桩，后来这个一天做2根桩，一天再做3根桩。那么做到一天4根桩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累积变形发展速率加快了。这个时候呢，业主给我们的这个警戒值是7毫米，施工期不能超过7毫米。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到3个多毫米，但是它速率比较快，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就是调整了我们的施工措施，在那个加固体的顶面跟隧道之间，它有一个缝隙。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缝隙呢？因为水泥土在承装的过程中，由于重力作用，包括还有水泥土的收缩，所以它会在顶面跟管环之间有一个缝隙。这个缝隙有大有小，如果这个缝隙比较大，有的时候呢，它反而就是会造成一些附加的沉降，包括这个相邻隧道施工，有的时候影响也会造成这个缝可能会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提出来对这个缝隙要进行一个注浆。那么后来在注浆的时候就发现效果非常好，只要加一些压力，因为下面的桩已经有一定强度了，所以这个压力加上去之后，对隧道产生一个比较好的抬升的一个作用，而且很可控。那这样的话，变形马上就稳定，而且适当的往上抬，这样就使整个纵向的不均匀变形得到有效控制。那么为什么要加智能呢？因为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对大量的数据也会进行一些分析，这样就是我需要抬多少，这样我这个注浆压力、注浆量可以自动的去控制，最后使隧道整个线型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那么你们这个 TGS 的这个技术目标是什么呢？目前的这个 TGS 的装备逐步就是往这个小型化、这个智能化这个方向去发展。因为在隧道里面，特别是越营地铁，窗口期的时间很短，但是在这么2-3个小时要做的事情特别多，工人要训练有素，而且不能犯任何错误。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人为的因素会造成了一些承装质量也好，包括对越营隧道的影响也好。那么，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通过一些智能化的手段，使这个很多都是自动操作比如说我们的钻改，能够就是高效的自动接钻改，然后呢，我们这个包括钻改在地层里面能够探测这个土的一些阻力，能够就是通过这种探测发现这个地层的一些特性，发现这个地层变形的一个程度。来自动的控制这个喷浆量、喷浆压力，尽量减少人为的操作。这个是真正的信息反馈而且是尽量没有人，也就是意味着你在这里可能会用到，比如说 AI 辅助设计这方面，是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目标。当然，我感觉到就是我们通常在地下工程的一些技术的研发过程当中，也差不多，技术目标都是这些就是人工智能赋能全过程的一个参数的这个检测，是吧？然后嘛，如果能够现在是远程的控制，是吧？但是这些也都还是差不多。但是我感觉到 TGS， 因为你们的使命是控制这个隧道的变形，而且是通常来说是施工已经做完了，碰到问题才会找你们，是吧？所以我感觉到对于变形的控制，可能对你们来说这是一个更敏感的一件事情。在这方面的这个精度的话，你们通常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呢？就是检测的这个精度的要求，或者说我们允许的变形量，你们通常是实际上怎么来定的？那个控制的累积变形量，那肯定是毫米级。我们单根桩施工引起的变形，可能都是0.2毫米、0.3毫米之内。然后我们的这个累积变形，一般对越营地铁来讲，那可能就是要控制在1毫米到2毫米之内。具体的变形要控制到多少，还要结合这个隧道它自己的一个病害使用要求来，对，还要结合它既有的一个累积变形有多少，然后产生的这个结构的一些问题有多么严重，然后再确定我们累积变形控制多少，我们每天的变形速率控制多少，这样我们在施工操作的时候，如果有一些智能化的手段自动控制，一旦到了触发的这一点，马上就调整措施。我感觉到就是你们现在是主要用在这个中等直径隧道的特别是轨道交通的这个隧道的案例当中，未来的话，
其实这个也完全可以用在大直径的公路隧道，或者不一定是邓沟法，只有说你矿山法的这个层级做好了，我认为应该也一样的可以使用，是不是？现在在广州某一个项目，它的那个隧道的直径就是8米多，那么就是比常规的这个我们普通的外径6.2米的那个就是要大得多，应该来讲这个效率更高，也能解决它的一些病害问题。据我所知，你们也不是用通常的水泥加水玻璃，采用的是一种新型的材料，而且是和清华大学合作研发的。关于这方面，你能不能做一些进一步的解释呢？与高校的团队合作，研发了一些这个新型材料，能够这个适应于运营地铁需要早强度，基本上要在1小时之后能达到一般不小于0.3个兆帕。另外呢，就是还是要保证耐久性，要满足我们隧道作为一个100年工程，它长久的一个耐久性能，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把这个变形得到一些控制。当然，根据其他的隧道的一些这个浆液的沼气强度的不同，所以这个新型材料也分很多品种，来适应这个不同的沼气强度的需要。对，其实我也已经注意到您这个材料和我们邓沟隧道里面的那个同步注浆，现在一个趋势也是采用双叶注浆，但是有一个蛮大的不同，就是我们那个里边呢有双叶注浆，只要强度只要跟土的强度差不多就可以了，稍微高一点就可以了。可是你在这里的话，这个强度要求比较高了，对吧？是的，所以这就是与高校团队通过工程实践不断的反复验证最后形成这样一种新型的一个材料。今天我们和刘总呢对 TJS 的设计呢做了非常详细的讨论。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下个星期五让我们再见。再见。